英剧、美剧天天刷，韩综、日漫抢先看，当代的网民种子在手，资源我有。好人一生平安。白嫖多年的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些伊甸园、破烂熊、凤凰天使是怎么把生肉煮熟端到我们面前的呢？有新的外卖订单。中国的字幕组可能是全宇宙最强的民间翻译力量。最近刚刚在奈飞连载完的这个韩剧，9点更新，10点就有字幕组翻译完的资源。要知道，单是看完它就已经要1个小时了。为了解密字幕组是怎么高效协作的，我们决定自己成立一个字幕组。好啦，今天就是我们的朋友们，注意力。说到字幕组的时候，你想到了什么？学霸，在世界各地的人同时在做一件事情，一群戴眼镜的女粉丝。我是阿尔法小文的字幕组组长 LGG， 我主要在做的是欧美短视频翻译。当时说直白点就是看名秀。11年的时候有一届大选，古大老师翻译的那个，我当时就是个伸手党，做了一个粉丝群，当时加进不少人。后来有人就在群里头喊说，那我们能不能自己做字幕呢？字幕组打一开始就是以粉丝抱团的形态出现的。20世纪80年代，日本动漫在美国网络上流行，粉丝们苦于没有英文字幕，自发的组队翻译分享，字幕组由此得名 Fansub Group。 字幕组大部分都是野生出来的，不知道从哪跳出来的，就是为了解决大家最痛的那个地方。你看一个东西的时候，你觉得它非常优秀，但你看不懂。由于国内引进的剧目非常有限，为数不多的官方翻译也被诟病质量不佳。字幕组的出现是众望所归，也是大家影视摄入的刚需所在。所以我们这次真的计划要翻译的就是《Rick and Morty》的第4季。对，美国东部时间的周日晚上11点。《Rick and Morty》会在国内双11当天首发，而它的上一次更新是2年以前。网络上已经出现了不少翘首以盼的人。我都没发现。有一些剧呢，就是很热门的话，就会有抢首发这种操作。第1集战可能把它做出熟肉来，你传上去，但以后这个剧就是你们的，相当于说你凭能力说话嘛。你能2小时做得出来，他要4小时，那也没什么好争的嘛。大家在抢坑这个游戏规则驱使下，摩拳擦掌，齐头并进。就是我们要完成这个东西，然后需要哪几个步骤，就建立这个流程之后，大家分工合作来完成。任务自领环节，先报第1志愿。还有人要去扒那个资源呢。有的人可能不愿意去找源，那我们也会有专有的源。我翻译啊，翻译组嘛。比如说你只会翻译，不会压制，会有人来帮你做。你要压制生成。其实我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用的，但是因为就是有的人他语言不是很好，他只会做轴，然后呢你就可以在组里找一个校对。我可以做校对，因为我以前做过校对。可以做特效。组员根据自身特点认领任务，可以提高积极性，灵活调用组内闲散劳动力，实现战队配置的最优化。哇！比赛开始前，让我们先听听组长有什么要说的。首先你的源一定要得到保障，另外就是你的网速一定要稳定，设备一定要提前测试好，软件硬件一定不能关键时刻掉链子，分配任务的时候分工一定要合理，最重要的是你的责任心，你一定要完成这件事情。那就祝我们成功。祝你们成功。人生百火，首发大吉。我今天会负责把资源录制下来，然后用软件获得英文文本。Next, I'm going to look at the subtitle translations and make sure they're okay. 然后在我和大头老师打轴的同时呢 ，Lucia、乐乐、Nathan 和迪老师会负责根据英文文稿翻译中文。字幕翻译规则。这个真的是 standard。汉化处理、中文部分引用处理、音乐格式、标点符号。我会在压制视频之前做一个统一的校对工作。然后我的部分是负责特效的。最后由我来负责压制、上传。
12点半了，死机了。Look， 它东西应该已经播出来了，但是我被弹出来了，没有声音。设备一定要提前测试好，软件硬件一定不能关键时都要掉链。现在这种资源网站都很多都关掉了嘛，只能靠自己的渠道。在北美地区生活的，家里有电视的，然后可以录 CC。啊，我们第一关就做不过人家专业的。我发现做字幕组远远不是一件只是关于翻译的事情。我现在好像是录完了，然后我要检查一下它画面和声音。到了，资源到位，一键机器听写，英文字幕就到手了。So listen to this and then see if this is right. 完全对不起来。我发现它非常准。机器一定是能辅助一些这种，但人工的修改在目前来讲还是必要的。You know what? Just type it. 在假莉莉核对的同时，打轴组根据每句话的起始打上时间区间，并贴入多人协作文档。那我们现在翻译组同时接上，可以。对这个参与字幕翻译的人都做过一些前期的考核和培训吧，都平常都已经翻译习惯，有这个标准了。中文不要标点的啊。名字还是要打成中文是吧？时间轴和英文当中那一行自己加一行。经过培训的组员格式更加规范，翻译时相对熟练，整体效率也会高很多。流水线的女工有没有 ？I like Mr. Meeseeks. Okay, now we're talking. Now we're talking， 翻译成中文 Now we're talking， 就是这种东西很难翻。你引起了我的兴趣。我们经常说有一点翻译腔那样的东西是非常不适合做字幕的，翻译要强调它符合中国人的语言表达方式。就很奇怪 ，Now we're talking。你总算在说人话了。哦，可以。中文表达需要斟酌，深涩难懂的英文词义也得查询，还有一些剧集特有的文化梗、自造词，资深粉丝居多的字幕组成员能更快地领会。此外，组长会给各个翻译制定校稿节点，成员们得不断平衡精度和速度。字幕组成员多为远程协作，人员不足时能迅速找补。当天有事在外的 Nathan 也能机动加入战队。Hello Nathan， 你在外面吗？你可以帮忙翻译一段东西吗？那个英文字幕是你发到群上那个链接是吗？是的。哎呦 ，Nathan 来了，就开始你们翻的时候就开始讲，好吧？要快速出片，校对得和翻译紧密配合，对全片的格式做一个统一核对，并当好阅卷老师，抓住大家的马虎和错漏。I'm gonna go skinny dipping later， 然后这边的翻译翻成我瘦下来之后就会去游泳，但其实 skinny dipping 在英文里面指的是裸泳。由于每个人风格有很大不同，为了减少最后关头的沟通成本，校对的数量反而是以少为妙。我们现在在开始做里面的特效字的翻译，只要把那个特效字做成跟原片里差不多风格的或者颜色的那个字就好。我觉得量不算太多，应该不会花很长。协作文档这类工具确实提升着效率，但万一误删了就……我来，大家不要动，去历史找。没关系，调整一下，继续上。哇，我差不多了，做完。真好。Huge respect to 字幕组。We should all get paid for doing this. 大部分字幕组其实是完全没有产生的原因，是因为喜欢这个东西。但从这个角度来说，任何领域的头部都不会仅仅局限于爱。字幕组的定义都会有，一定会有人找你来做商业合作。字幕组变现的路子有好几种，最常见的就是商业翻译，各大平台都是商家。字幕组接到这些翻译订单后，进行一定的抽佣，然后将订单和相应收入分发给组员。比较物美价廉一点吧，价格比那种找一般翻译公司或者译制厂那种会低很多。好，让我们回到压制现场。终于到了这一步。100。作为体验的一部分，
我们把链接分享到了微博上。我们这个野生字母发布字幕资源的5个小时内，有粉丝就意味着有流量，有流量就意味着从论坛 banner 到 app 开屏，从滚动字幕到前插贴片，字幕组对广告植入展开了广泛的实践。目前行业内普遍的做法是，广告商以包月的形式，按照字幕组规模和流量不同，以3到10万的均价承包一个字幕小组1整月产出的所有贴片。如果你更会玩，还能找到一些海外的小众垂直内容，谈个中国总代理，边翻译边分发，赚到的广告费和原 UP 主一起分。也会有一些其他的字幕组，然后会拿到一些 YouTube 频道的这种授权，来在国内做这种正版化的翻译。但其实拿到授权的还是少数，字幕组通常会在片头加上一段，仅供交流学习，禁止用于任何商业盈利行为。这真的有用吗？比如说，如果一部剧在国内没有代理的话，大部分情况下还是 OK 的。但你能说这些字幕组本质上没有侵权吗？其实毕竟你翻译的还是其他人制作出来的。2周后 ，A 站宣布买入了 Rick and Morty 资源，包括我们在内的几个博主都主动或被动的下线了。有侵权就下架，这也是字幕组现在在版权方面的处境和原则。我觉得这里面不存在一种被迫害的这样的一种心理在里面。就是也许我们大家做这个东西的时候，可能都希望能更多的人看，也确实都是有好的这样的一种初衷，但实际上我们都不受到法律保护，走钢丝嘛，那踩空一脚很正常。那字幕组们的未来在哪里呢？可能内容出海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肖战或者王一博，他们会有字幕组翻译成泰语甚至说俄语这种内容。和火遍外网的修仙小说一样，字幕组已经从单向的引入发展成了内容输出，继续扛上文化交流大使的大旗。就是一个字幕组成功的秘诀，可能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点？就是真正最核心的一点就是，我们要把这件事完成的决心。制作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一定要最终产出，让粉丝们看见的这个决心和力量，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谢谢你看到这里，经过这次的体验，我们整个团队对字幕组是肃然起敬的。字幕组是很有开源精神的，他们努力推动着信息无障碍的可能。但在这个世界上，永远都有人追求成本的最低化，也就不可避免的会损伤知识产权的保护。不知道你是怎么看字幕组的呢？你和字幕组之间又有什么样的故事？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如果你喜欢这集视频的话，不要忘记给我们点赞、收藏、加弹幕。然后我们其实最近油管的频道也在征集英文的字幕组成员，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也欢迎扫码加入我们。那我们下期再见。